乌克兰国际军团突袭比尔格罗德和布良斯克，建立新缓冲区。乌俄最新战报：乌军第47旅对克列涅沃发起新攻势。乌军无人机持续打击俄能源基地，其游击队成功渗透莫斯科。北约正式宣布乌俄战争升级。法国送给乌克兰一个法式战斗旅。俄军研发新型导弹舰，将大幅增加口径导弹携带量。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本是策应哈尔科夫反击的行动，没想到乌军一直没有停下进攻。据战役地图显示，乌军已经达到了比尔格罗德州朱拉夫列夫卡村的北部。在战斗中，乌军摧毁了俄军一支前来支援的部队，目前正试图向比尔格罗德各地突进。而继攻破比尔格罗德后，乌军再次越境突袭布良斯克，并成功退入了边境，向克里斯莫夫斯基进发。据战役地图显示，目前乌军已经推进到了当地的马涅夫一带，且没有停下迹象。乌军很可能会向更深处的布拉克霍夫进军，具体的战况仍待进一步观察。而俄方则照例表示已将乌军击退。布良斯克州州长亚历山大·博格马兹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均发布了类似的击退声明。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比尔格罗德行动还是布良斯克行动，均不向佯攻。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乌军的意图可能是在库尔斯克之外建立新的缓冲区，以策应库尔斯克的行动。其次，乌军进攻的主力都是由乌克兰国际军团组成的。早些时候，泽连斯基刚签署法令，允许国际军团成员可以担任乌军的军官，外国志愿军就立马攻入了比尔格罗德和布良斯克。可见，当国际环境发生突变时，乌克兰已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毕竟不是只有俄罗斯才可以用外援，欧美部队的士兵和情报同样可以通过国际军团的方式加入乌军，对乌克兰进行支持。至于库尔斯克的战斗，乌军在抵御住俄军攻势后，正在该地区各地发起反推。据战报显示，乌军用炮火封锁了苏贾至克列涅沃的高速公路，再次切断了俄军补给。之后，乌军向克列涅沃发起新攻势。乌军第47机械化旅配合第33突击营的步兵以及第21旅的炮火支援，发起对俄军阵地的反攻。截至目前，乌军距离克列涅沃只有9公里。在奥尔戈夫卡，乌军更是推进到4公里处，目前正在同俄军进行激战。说起乌军第47机械化旅，那绝对是亲儿子。首先，该旅是乌军唯一一个同时装备 M1A1 坦克、M2 布雷德利战车以及德国豹2的部队。其次，该旅的士兵均是在北约完成系统化后才投入的战场，作战素养、战斗技能各顶各的优秀。当然，这也导致乌军第47旅作战任务艰巨，总要出现在乌俄交战最激烈的区域。如在2023年的乌军夏季大反攻时，乌军47旅率先攻破罗伯季涅；2024年在阿夫迪夫卡战役时，又硬顶俄军中央战术集群半个月，延缓了俄军攻势速度。再到如今的库尔斯克战役，到处都能看到该旅忙碌的身影。基本上哪里有 M1 坦克，哪里就有47机械化旅。乌军47旅也是多次被打残，但他总是在休整后再度冲上前线。回到战场，乌军还在苏贾北部的基耶夫卡方向获得突破，打开了一个缺口，目前正向俄军深处推进。在格鲁什科夫斯基区，乌军则在诺维伊村以东出动至少3辆装甲车，对俄军阵地发起了攻势。由此可见，近期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攻势相当频繁，他们不仅没有被俄军击退，反而发动了连续的反攻。加上布良斯克和比尔格罗德的战斗，相当于现在乌俄交界的3大区域都已经被乌克兰攻破。接下来这3条战线，乌军可能会发起互动战术。接下来是乌克兰战场，在哈尔科夫，乌军依旧集中在赫里伯克方向，目前正持续向俄第一集团军18摩托化步枪师的阵地发起反击。而俄军的行动，据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维茨28日报告显示，俄军主力放在了沃夫昌斯克方向，正试图占领其北部，并向集合推进。同时，俄军还正在组建第68摩托化步枪师，从而固守赫里伯克方向的阵地。在顿涅茨克，据战役地图显示，乌军在托列茨克的反攻效果突出。继收复附近的扎巴尔卡区后，乌军发起的新攻势已经让他们正式攻入了托列茨克的市区。截至目前，乌军重新占领了托列茨克整个南部区域，扭转了这一战线的局势。尽管托列茨克的东部仍有残存的俄军，
但乌军拿下整个南部地区，为收复该市全境奠定了基础。在红军村东南方向，俄军拿下大部分谢里杜河区域后，目前正兵分两路，一路由俄军第90坦克师、第30独立侦察营以及第71独立特种部队旅在谢里杜河战场与乌军正面对抗，一路由俄军第15摩托化步枪旅和黑色轻骑兵支援分队绕后向维什涅夫村进攻，试图切断乌军补给，从而策应谢里杜河的战斗。不过在维什涅夫村南郊遭到了乌军部队的拼死抵抗，乌军各式无人机、火炮朝着来犯俄军倾泻而下，俄军损失惨重。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俄军为了维持谢里杜河方向的进攻力度，已将红军村北部地区绝大部分作战人员调来这里。虽然每周差不多能维持600人的攻势，但俄军人到了，装备却没到。据谢里杜河方向作战的一名乌军指挥官称，该方向的俄军弹药缺乏严重，炮击频率已变得极低，目前更多的是使用 FPV 无人机进行投弹打击。而这每周600名俄军的攻势基本也都是步兵突击，可以说俄军是靠不计代价的人海冲锋才挽回了一些战场局势。在南部，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28日称，俄军第114摩托化步枪旅占领了楚库里涅，目前正朝着诺沃德米特里夫卡村推进。在库拉霍沃方向，俄军进行了上百次大小不同的机械化攻势，其中最大的一次，俄军一次性出动13辆装甲车、4辆坦克以及1辆 BMPT 终结者和4辆摩托车，对乌军79旅阵地发起攻势。结果在被摧毁9辆装甲车、2辆坦克、1辆 BMPT 终结者、4辆摩托车以及清除25名俄军士兵后败逃。目前该方向战斗依旧激烈，但战线变化不大。在弗勒达方向，乌军从25日的叶列扎维特夫卡村打退俄军攻势，如今已反退到卡杰林尼夫卡村打退俄军攻势。至于弗勒达西部，俄军冲击不断，但总体陷入了停滞。前线战场打得激烈，乌军也没有忘记对俄罗斯本土能源设施和俄军基地的打击。首先是俄罗斯中部重要城市梁赞，似乎受到乌军无人机夜袭，当地炼油厂再度被点燃并发生连续爆炸。其次是俄罗斯坦波夫州的辛尼尔科尔斯科耶，当地俄军的德鲁日巴的输油管道调度站同样遭到袭击起火，目前俄军紧急状况部正在前往救援。最后是沃罗涅日酿酒厂。综合俄罗斯反对派媒体报道和乌克兰打击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的报告显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耶的乙醇烈酒酿酒厂，同时附近的一个储油罐也被点燃，从而引发了带有酒味和汽油味的巨大火灾。而这也是乌军继坦波夫和图拉地区酿酒厂被摧毁后第3个被摧毁的俄罗斯酿酒厂，这对爱酗酒的俄罗斯人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外界也调侃称，乌军找到了俄罗斯除能源基地和军火库外又一个具有战略地位的设施——酿酒厂。当然，调侃归调侃，其实这些酿酒厂和火力军此前预判一样，都是俄罗斯武器加工厂伪装的。安德烈·科瓦连科指出，俄罗斯酿酒厂不仅生产酒精，还制造军用燃料和炸药。他表示，乌军对俄罗斯酿酒厂的打击旨在降低俄罗斯的航空能力。此外，继圣彼得堡后，乌军游击队也渗透到了莫斯科等地。据悉，乌军游击队在莫斯科附近散发了100余份传单，邀请俄罗斯居民加入他们，并向其介绍了前线的战况。从披露的照片来看，莫斯科居民的门窗上贴满了类似的宣传语。有分析认为，虽然发传单的效果可能一时还无法显露，但它却有着极强的象征意义，表明乌克兰的力量已经渗入了莫斯科附近。乌俄战争升级已被正式认证。10月28日，北约秘书长吕特正式称，朝鲜军队已被派往俄罗斯，并已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朝鲜军队的进入是乌俄战争的重大升级。不过，吕特也表示，朝鲜士兵的进入是普京绝望的表现。首先，俄罗斯为了规避国际制裁，用军事技术和支持换来了朝鲜数百万发残缺炮弹，这表明俄罗斯自己已无法单独维持前线消耗。其次，吕特指出，目前已有超过60万俄军士兵在乌俄战争中阵亡或受伤。如果现在不出现外国军力支持，普京将无法维持对乌克兰的进攻。最后，朝鲜的加入同时也代表了朝鲜半岛局势的重大升级。吕特秘书长表示，将和韩国总统以及乌克兰国防部通话，从而协商进一步的应对措施。火力军估计，接下来北约将对俄罗斯和朝鲜进行严厉的制裁。
在军事上受制裁影响，俄军大量军机、客机都存在备件不足、维修不善的问题，频繁坠毁已成为俄军机的常态。如近期，俄军连续坠毁了一架卡52、一架米28、一架米2、一架安2飞机以及一架苏25战机。而对乌克兰而言，北约可能增加对乌克兰的军援，甚至完全放开对乌克兰的武器限制。当然，若是再进一步，朝鲜的加入相当于给北约正式下场提供了一个台阶。就像前面说的，朝鲜能助战俄罗斯，北约自然也可以应乌克兰邀请保家卫国。只能说普京的这步棋走得太超了。1.2万人够干嘛的？还想靠人海战术获得战略优势？要知道这1.2万人都是多年没有打过仗且技战术严重落后的朝鲜兵，估计半个月就没了。10月28日，在法国的协助下，乌军第155安妮基夫旅迎来了装备大更新。据悉，安妮基夫旅大约4500人，包括了一个战车营、3个机步营、一个步枪营、一个炮兵营，还有一个后方支援单位，涵盖了防空、工兵、无人机战斗小组。在武器装备上，法国也丝毫不吝啬，如援助有31辆豹尔 A4 坦克、120辆装甲车、10门 AMX 10 RC 轮式坦克、18门凯撒榴弹炮，以及其他不同数量的反坦克武器、无人机与反无人机装置等，相当于给乌克兰装备了一个北约制式的法国战斗旅。此外，瑞典也将向乌克兰提供1030万美元援助，用于供暖和供电、人道主义和扫雷。塞尔维亚则向乌克兰提供价值840万欧元的发电机和变压器。泽连斯基也于10月29日出席在北欧理事会会议，预计乌克兰将获得更多援助。本月初，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大概200枚以上的导弹。此后，以色列多次发出声音，表示绝不会善罢甘休，内部正在制定相应的报复计划。用以色列官员的行动来说，那就是必须重新建立威慑。10月26日凌晨，以色列行动了，对伊朗目标进行了空袭行动，意在建立威慑，防止更大范围冲突的爆发，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让双方都挽回面子。根据报道，以军此次行动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击穿伊朗防空系统，第二阶段则是利用防空漏洞对伊朗腹地的军事与国防工业目标进行打击。在这个过程中，以军出动了100架攻击机与无人机，寻找伊朗的弱点。其实，在以色列行动之前，美国泄露的情报就描述了以色列的准备工作。在10月中旬，有社交媒体账号展示了2份关于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报复的文件。情报显示，美国卫星测到以色列正在进行导弹演习，一种是被称为金色地平线的空射弹道导弹，射程达到2000公里，在发射后会爬升到高空，然后高速俯冲地面目标。在今年4月份时，以色列袭击伊朗时曾使用这款导弹。另一种则是被称为岩石的导弹，既可以打击地面目标，同时也具备攻击地下目标的能力。在情报中显示，以军至少在哈特泽里姆空军基地部署了16枚金色地平线导弹与40枚岩石导弹。在此次袭击中，伊朗的雷达基地与导弹部队成为第一阶段的一部分。根据伊朗媒体报道，有伊朗防空部队发生伤亡。而在第二阶段，伊朗媒体报道显示，位于德黑兰南部2家制造导弹与无人机部件的工厂遭到了导弹破坏，位于伊朗西部的多个目标同样遭到打击。10月29日，黎巴嫩卫生部发出通报表示，当天以色列对黎巴嫩东部的贝卡谷地发动空袭，袭击地点包括拉姆镇、尤宁镇、哈菲尔镇、阿拉克镇等多处村镇。根据报道，此次袭击发生在深夜，并且毫无预警。以军使用精确制导炸弹对一处疑似军事基地的目标发动袭击。而在当天清晨，以军出动战机对真主党的卡德哈桑协会的20处营业地点和基地进行了定点袭击。在此次袭击中，真主党部分金融机构与地下金库被摧毁。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卡德哈桑协会是真主党的财富宝库，主要负责管理真主党的财务事务，在黎巴嫩境内拥有30个以上的分支与营业点，仅在首都贝鲁特就有15个以上的分支，主要集中在贝鲁特南郊与港口区域，这些地区由真主党实际掌控。以军方表示，遭到袭击的营业点内藏有大量美金与黄金，在这些资金中，一部分来源于真主党控制区内征收的税款，另一部分来源于真主党通过合法或非法收入获得。有分析表示，真主党长期得到伊朗的秘密援助，
不仅是武器装备方面，就连日常生活费用也由伊朗负责。通常情况下，伊朗会通过大型运输机将现金或黄金送到贝鲁特机场，然后将其分散到卡德哈桑协会位于黎巴嫩境内的多个据点。有时候也会通过秘密交通员，通过手提袋形式从戈兰高地与贝卡谷地进入黎巴嫩，再交给卡德哈桑协会。10月28日，巴勒斯坦通讯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南部地区发动袭击，并在约旦河西岸逮捕多名巴勒斯坦人。逮捕行动集中在希伯伦、纳布卢斯和伯利恒等地。早些时候，以军还出动无人机对加沙地区北部的杰巴利耶地区发动袭击。10月28日，朝鲜媒体报道，朝鲜国防省发布的最终调查结果认定韩国军方是无人机渗透事件的主体，其目的是空投反超传单。韩国国防省发言人表示，由国防省与国家保卫省等相关专家机构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在侵入朝鲜无人机的残骸中拆卸了飞行控制模块，同时对无人机飞行计划与飞行历史记录进行了全面分析。调查报告显示，这架无人机在10月8日23时25分30秒从白丁岛起飞，经黄海南道长渊郡和礁岛周边海域飞到南曹鸭岛周边海域后变更航线，后经南浦市千里马区上空渗透至朝鲜首都平壤上空，并在10月9日凌晨1时30分左右空投传单。对此，朝鲜发布警告，如果韩国再次侵犯朝鲜主权，朝鲜将采取毫不留情的行动。根据报道，空客美国航空防务公司近期测试了一款运输型无人机驾驶直升机，是该公司 UH-72 拉克塔运输直升机项目的一部分。根据该公司负责人表示，这架无人驾驶直升机命名为 UH-72 后勤连接器，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空中后勤连接器项目的产物，旨在改善高强度冲突中美军的后勤补给方式。这架无人驾驶直升机是基于 UH-72B 直升机改装的，具备非常高的通用性，并沿用了许多 UH-72B 的技术，包括涵道尾桨、午夜主旋翼以及数控发动机，巡航速度每小时250公里，航程648公里，最大载重约为1814公斤，能够使用机舱搭载或使用吊挂投放系统吊载货物，能够运输标准化的联合模块化货柜以及海军打击导弹装运箱。空客公司目前正在对这架直升机进行测试，并拆除了内部的座位，用于放置货物，确保美海军陆战队的标准货物集装箱能够在该机上顺利装卸。由于不需要驾驶舱，这架无人驾驶直升机还能利用机头空间装载货物，机头可以翻盖向上打开。这种前部装载货物的功能使其可以运载更大的集装箱和设备。据悉，此次测试将持续到2025年结束，届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决定是否继续推进该计划。根据海军陆战队的规划，将在2028年至2029年为空中后勤连接器项目打造一架原型机，2029年年底之前做出生产决定。10月29日，根据媒体报道，在日本青森县东部三泽市的三泽跑道附近，一架驻日美军的 F-18 战机发生故障，导致机体起火。受此次事故影响，从羽田飞往三泽机场的日本航空航班已改降至青森机场。目前，美军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海军目前正在研发新型导弹护卫舰，由俄罗斯雪豹造船公司负责。根据该公司负责人表示，新舰艇是在豹图 M 小型导弹舰基础上创立的，被命名为 21635.5 型萨尔轻型导弹护卫舰。相较于豹图 M， 新型舰艇扩大了口径巡航导弹库，从豹图 M 的8枚萨尔级舰艇增加到16至20枚。由于导弹携带量更多，所以萨尔的舰体将更长，排水量将增加到1500吨。尺寸的增加意味着可以装备升级的防空系统、现代火炮以及导弹系统。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北约是否会因朝鲜参战，从而对俄罗斯和朝鲜制定新制裁？又是否会完全放开乌克兰武器限制？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